各位球友，大家好。在学习勾手发球的初级阶段，我们如果想发勾手侧上的短球，对于很多业余球友来说，都会遇到这样的疑惑：一旦把球发短，这个球的弧线呢就容易偏高。那么你一旦控制球的弧线，这个球呢又很难做到两跳。这节课给大家讲解一下勾手侧上如何能够发出短球。要想发出短球，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，短球的水平速度一定比长球要慢，所以说我们出手的时候给球的撞击力就不能过多。如果撞击力多了，你就很难把这球控制在两跳或者两跳以上。第二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球的入台点一定是在球台的中间附近，因为你想发到对面的短啊，我们入台点就不能在自己的端线附近。如果在端线附近，那么还想发短，那么这条抛物线啊，1跳到2跳之间的抛物线顶点一定是在球网的我们这一侧。那么在我们这一侧之后，球就会下落。它要想通过球网，那我们这个最高点一定会比球网高很多，因为它是在下降啊，所以说这个球呢一定是偏高的。那么接下来说一说接触球拍的位置。发勾手侧上接触球拍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区域啊。如果把这个球拍看作是一个时钟的话啊，12点、6点、3点、9点，勾手侧上接触球拍的位置应该是球拍的1、2点钟啊。多说一嘴，那么侧下呢，应该是在90点钟，这个位置，侧上是这个位置，这个区域是不一样的啊。在发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。那么接触球的位置，如果是勾手侧下，肯定是在球的右侧下方；勾手侧上，其实你接触到球的右侧下、右侧和右侧上都能够发出勾手的侧上。那么这里边解释一下，如果你接触球的位置是在球的右侧下方，我还想发上旋，注意看，这个球呢虽然也可以控制两跳，但是呢，因为上旋球它是有往前的趋势，纯的上旋球我们是不太容易发短的，因为它落到台之后有一个往前拱的这个趋势。如果你想让它往前拱，第二跳还不落台啊，或者叫还不出台，我们需要让这个球的球速很慢，那么威胁呢就会很小啊。我们知道短球啊虽然短，但不能够牺牲速度啊，只是说相对的速度。我们把短球发得很慢的时候，对方的反应时间也会很长，那么这个球的威胁就会变小。所以我们尽量做到啊，短球不要太慢。刚才接触球右侧下方能够发出短的侧上，那么这个球的球速比较慢。那么再说一些，那么如果你接触到球的右侧上方，这个球呢肯定是一个侧上旋，往前拱的就比较厉害。一般来说，短球也不接触这个位置啊。什么时候用这个位置呢？这个击球点一般是发拱的勾手侧上，让球友往前奔的这个趋势。这个时候我们接触的是球的右侧上方。那么一般来说，你想发勾手的短侧上，我们多数给它的旋转应该是以侧旋为主，这样呢更容易控短。所以说我们发力方向应该是向端线这个附近用力，才能够出侧旋。如果向前用力，上旋多，对吧？接下来在这个角度我讲一下这个勾手发球的合力。我们刚才讲这个侧上旋，我应该沿着端线这个方向用力，那么球呢最好是沿着端线的方向有往我这边跑的趋势，我人呢又沿着端线方向向前去合力啊，球往我这边，我往球这边。那么勾手发球啊，为什么说回抛的比较多啊？就是因为回抛身体和球能够合到一起啊，有一个合力啊。比如说我做的夸张点，这种发球呢就比较容易发转。那么规则规定呢，这个球啊尽量垂直向上啊，不要超过30度，回抛是不判的。所以说我们要合理的利用这条规则，抛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垂直向上。当然像我第一种这种抛肯定比赛要判点啊，稍微带点回抛，你也可以说是钻规则的空子啊，因为在30度以内它是不判你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合理的利用这条规则，我们把球发得更专一点呢？所以抛球记住啊，稍微往里一点，这种都不犯规。